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客户小文和阿伟身上。哎呀妈呀，这个故事简直太狗血了，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两岸年轻人在婚恋价值观上的差异。别急，我细细道来。小文是我的老客户了，他是上海某著名夜店的金牌 DJ， 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肤白貌美大长腿，那张脸蛋简直就是上天赏饭吃。30岁出头了，事业很成功，身价千万，就是感情路不顺。他之前谈了2段恋爱，都因为对方接受不了他的职业而分手。你们懂的，夜店 DJ 这行，很多直男癌觉得不够正经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这年头还有什么正经不正经的职业？赚钱养活自己就是好样的。小文找到我时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好想找个不在意我职业的人，能理解我、支持我的人。我都30好几了，再不找我妈都要逼我去相亲了。我听了心里一酸，这孩子事业这么成功，却在感情上栽了跟头。作为红娘，我有责任帮他找到真爱啊。正好那时候我另一个客户给我介绍了他表哥的儿子阿伟，是台湾人，在上海开了一家设计公司。据说长得帅气又有才华，而且35岁了还单身，也是着急想找对象。那我想这不是绝配吗？小文需要一个思想开放的男友，台湾男生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深，应该不会像大陆直男那样对女生职业有那么多刻板印象。而且他们俩年龄相当，都是事业有成的精英，简直就是天生一对。我赶紧联系了阿伟，发了小文的照片和资料给他。哎呦喂！阿伟一看小文的照片，立马眼前一亮，直呼好漂亮的女生啊，还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见面。我心里暗喜，这事稳了。我跟小文说了阿伟的情况，他也很感兴趣，特别是听说对方是台湾人，他还挺新奇的，说哇，台湾男生诶，是不是像偶像剧里那样温柔体贴啊？我笑着说，去见了就知道了，我觉得你们挺合适的。于是我安排他们在一家环境幽静的咖啡厅见面。那天我提前到了，想看看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反应。小文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，既不张扬也不保守，完美展现了她的气质。而阿伟也非常讲究，穿着定制西装，手上还拿着一束玫瑰花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懂浪漫的人。当小文走进咖啡厅的那一刻，阿伟的眼睛直接亮了起来。我在一旁看着，都能感受到那种电光火石的感觉。阿伟立刻站起来，微微鞠躬，然后把玫瑰花递给小文。你好，我是阿伟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你比照片上更漂亮。小文接过玫瑰花，脸上飞过一抹红晕。谢谢，你也很帅，跟丽姐说的一样。两人刚一见面就聊得很投机，我看着他们互相对视，眼神里都带着那种刚刚萌芽的好感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作为红娘，看到两个人这么有默契，那感觉简直比自己谈恋爱还开心。我坐了一会儿，见他们聊得火热，就找了个借口先离开了，给他们创造2人世界。晚上，小文就给我发了消息，丽姐，这个阿伟真的很不错耶。他特别幽默又有见识，最重要的是他完全不介意我是夜店 DJ， 还说很酷，想改天去看我表演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吗？两个人一拍即合，简直是红娘界的胜利啊！接下来的1个月，小文和阿伟几乎天天见面，阿伟甚至去小文工作的夜店捧场，还带了一大帮朋友去。小文感动得不行，说以前的男朋友都躲着他的工作环境，只有阿伟不仅不避讳，还全力支持他。有一天，小文特别兴奋地给我打电话，丽姐，阿伟昨天跟我表白了。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像我这样的女生，又独立又有才华，他真的很喜欢我。我听了也很开心。那你的想法呢？我也很喜欢他啊。他幽默体贴，又尊重我的工作，我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小文的声音里充满了幸福，不得不说，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，阿伟确实表现得很绅士，跟小文之前交往的那些大男子主义的前男友们完全不同。他经常主动为小文做饭，送她回家，关心她的工作是否太累。这些小细节让小文感到备受宠爱。小文告诉我，阿伟跟他讲了很多台湾的事情，还说等关系稳定了，要带他去台湾玩，见见他的家人。
小文也对此充满期待，他说他从小就喜欢看台湾偶像剧，对台湾有种特别的好感。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，可谁能想到好景不长，问题很快就来了。1个月后的某天晚上，小文哭哭啼啼地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和阿伟吵架了。我一听就急了，这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？原来那天他们聊到了结婚的话题。小文半开玩笑地问阿伟，如果我们结婚的话，你会给多少彩礼啊？结果阿伟的反应让小文大吃一惊，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皱着眉头问，什么彩礼？小文以为他不懂这个词，就解释说，就是结婚前男方给女方家里的钱啊，在我们这边是传统。没想到阿伟听完直接变了脸色，我们台湾没有这种传统，我们结婚男女平等，各自出一部分钱买房子，组建家庭，哪有什么彩礼不彩礼的。小文被他突然的态度转变弄得措手不及，可是这在大陆很正常啊，几乎所有人结婚都有彩礼的。阿伟越听越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不就是变相买卖婚姻吗？我不能接受这种传统。就这样，两人因为彩礼问题吵了起来，最后不欢而散。小文气呼呼地说，他觉得阿伟不尊重大陆的传统文化，而阿伟则认为彩礼这种习俗是落后的，不符合现代婚姻观。听完小文的描述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这不仅仅是个人观念的差异，更是两岸婚恋文化的碰撞啊！我决定先约小文出来聊聊，深入了解情况再做打算。第二天，我和小文在他家楼下的小茶馆见面，一见面我就被小文的状态吓了一跳。这哪还是那个光彩照人的夜店女王啊，眼睛红肿，黑眼圈严重，整个人憔悴的不行。丽姐，我真的很喜欢阿伟，但是这个彩礼问题我实在没法向家里交代啊。小文抽泣着说，我爸妈对这个特别看重，他们认为没有彩礼就是不尊重我们家，也是男方家庭不够重视这段婚姻。我递给他一张纸巾，安抚道，我理解，彩礼在咱们大陆确实是很重要的传统，但台湾那边的情况确实不太一样，这个事得好好沟通。可阿伟完全不能理解啊。他说台湾男生结婚最多就是给女方父母一些见面礼，几千或者1万多台币，折合人民币也就几千块，他觉得动辄几十万的彩礼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小文擦着眼泪说，我点点头，这确实是两岸婚恋习俗的差异。台湾受日本和西方文化影响较深，结婚更强调男女平等共同承担，彩礼这种传统确实不流行。而大陆，尤其是一些地区，彩礼已经成了结婚的必要流程，金额还不断水涨船高。我知道啊，可我总不能跟我爸妈说他是台湾人，没有彩礼的传统吧？我爸妈那一辈人根本无法接受这种观念，特别是我妈。她已经跟亲戚们都说我谈了个条件不错的对象，如果最后连彩礼都没有，她老人家的面子往哪儿搁？小文越说越委屈。我叹了口气，拍拍他的肩膀。那阿伟的态度呢？他说他不是不愿意付出，而是觉得这笔钱应该用在我们以后的家庭上，比如买房子、度蜜月或者为将来孩子的教育储蓄。他认为直接给岳父岳母一大笔钱，这种做法很奇怪。小文低着头说，我能理解他的想法，但我家里人肯定不会接受。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。我想了想，问道，阿伟的家庭情况怎么样？他家在台北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思想很西化。他说在他们家族从来没有给过彩礼的先例，最多就是结婚时男方家准备婚宴，女方家准备嫁妆。小文解释道。我又问，那你父母的要求具体是多少呢？小文咬了咬嘴唇，我爸妈说了，看在我年龄不小的份上，不要太多，66.6万，图个吉利数字。我差点一口茶喷出来，这还叫不多啊？在上海，这已经算客气的了。小文有些无奈，我表妹去年结婚，彩礼收了88.8万。我摇摇头，这彩礼越来越离谱了。不过现在不是感慨这个的时候。小文，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？抛开父母的期望，你个人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认真地问他。小文沉思片刻，说实话，我个人其实不太在意彩礼。我工作这么多年，经济独立，也有一定积蓄。如果阿伟愿意跟我共同经营未来的家庭，我是可以接受没有彩礼的。但是他话锋一转，但是我又觉得他连这点尊重我们传统的姿态都没有。
以后会不会处处都用台湾的习惯来要求我？我怕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会越来越大。这一点我倒是理解。两岸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，在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上确实存在不小的差异。那你们后来怎么样了？还有联系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有啊，他昨天还发信息给我，说想好好谈谈，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小文拿出手机给我看了阿伟发来的信息，我看了看内容，是很诚恳的语气，说希望能够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，找到两全其美的方案。看来这个阿伟还是很有诚意的。那要不这样，我来做个中间人吧，安排你们见面，好好聊聊，看能不能找到折中的办法。毕竟感情这么好，不能因为一个彩礼就断送了啊，我提议道。小文点点头，也好，我自己跟他聊，怕又会吵起来。于是我联系了阿伟，他很快就答应了见面。我们约在一家安静的茶馆，准备好好聊聊这个问题。见面那天，阿伟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小时，可见他对这次谈话的重视。看得出来，他这几天也没休息好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小文到了之后，两人明显有些尴尬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赶紧打圆场，来，大家先喝茶，冷静一下。有什么问题慢慢说，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。阿伟先开口了，小文，对不起，那天我反应过激了。我回去后查了一下资料，了解到彩礼在大陆确实是很重要的传统，但我真的很难接受这么大一笔钱直接给你父母的做法。小文叹了口气，我知道这在台湾不常见，但在我们这边这是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。我父母那一辈人真的很看重这个。阿伟皱着眉头，我理解尊重传统的重要性，但60多万，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笔大数目。我的设计公司刚在上海站稳脚跟，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公司发展中了。我计划过，如果我们结婚，我会拿出20万作为我们的婚礼和蜜月基金，但要我一下子拿出60多万给岳父岳母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听到这里，我插话道，其实彩礼也不一定要全给女方父母啊。很多地方的习俗是，彩礼大部分还是会用于新婚夫妻的生活，父母只象征性的收一部分。小文点点头，是的，我爸妈也没打算全收下。他们说过，彩礼的一大部分会作为我的嫁妆还给我，用于我们的新生活。阿伟听了稍微放松了些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？比如我直接出资为我们的新家做准备，购置家具电器什么的，也能表达我的诚意。小文摇摇头，问题是没有彩礼这个仪式感，我爸妈会觉得很没面子。尤其是我妈，她已经跟所有亲戚朋友都说了我要结婚的事。如果没有彩礼，她会觉得很丢人。阿伟看起来有些烦躁，所以说到底还是面子问题。为了面子要花这么多钱，我真的不能理解。眼看气氛又要紧张起来，我赶紧打圆场，别急，咱们慢慢想办法。阿伟，你能理解在中国大陆，特别是小文家乡那边，彩礼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吧？阿伟点点头，我理解这是传统，但传统也是可以改变的啊。台湾以前不也有很多陈旧的习俗，现在不也都改良了吗？就像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思想，现在谁还遵循啊？小文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，你这是在说我们落后吗？阿伟连忙摆手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尊重传统，但不一定要完全按照老一辈的方式来。毕竟时代在进步，我们年轻人可以创造新的传统。我赶紧打圆场，阿伟说的也有道理，传统是需要尊重的，但也可以与时俱进。关键是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。小文似乎有些松动，那你有什么建议呢？阿伟想了想，这样吧，我可以准备20万作为彩礼，象征性的表达我的诚意。然后再拿出20万用于我们的婚礼和蜜月，剩下的钱我会在未来几年内通过给岳父岳母买礼物、带他们旅游等方式慢慢补上。你觉得这样如何？小文犹豫了，20万，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的。阿伟有些失望，那你的底线是多少呢？小文思考了一会儿，最少也得50万吧，这已经是给足我父母面子的最低数字了。阿伟深吸一口气，50万。我真的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金，除非什么？小文和我异口同声地问道。除非我向我父母借钱，
或者从公司抽资，但这两种方式都会让我非常为难。我父母一直反对我在大陆发展，如果知道我要拿这么多钱做彩礼，肯定会极力阻止。而从公司抽资会严重影响公司运营，阿伟无奈地说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也很纠结。两人明明感情这么好，就因为一个彩礼问题卡住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小文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我再跟我父母商量商量吧，看能不能降到40万。”阿伟摇摇头，40万对我来说还是太多了，我最多能拿出30万，还得分期给。两人就这样各执一词，谁也不肯让步。看着他们僵持不下的样子，我心里着急啊。作为红娘，我见过太多因为彩礼问题而分手的情侣了。我真不想看到小文和阿伟也走上这条路。两位先别急，我们再好好想想办法。我开始帮他们出主意。阿伟，你说你最多能拿出30万是吧？那剩下的20万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呢？比如说，你可以给小文买一些贵重的首饰或者奢侈品，也是一种诚意的表现啊。阿伟想了想，这个可以考虑，但问题是小文父母要的是实打实的现金啊，首饰再贵也不能直接当彩礼给他们吧。那我又出了个主意，你不是做设计的吗？有没有可能接一些高价值的项目，短期内赚到这笔钱？阿伟苦笑，我刚在上海站稳脚跟，手上的项目都是长线的，短期内想赚这么多，除非去买彩票。这话把我们都逗笑了，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。小文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其实我自己有些积蓄，我可以借给你一部分。”阿伟立刻摇头：“不行，这怎么行？彩礼本来就是男方给女方的，如果连这个钱都是你出的，那还叫什么彩礼？而且我的自尊心也接受不了啊。”小文叹了口气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吗？”我灵机一动，要不这样，阿伟可以先给30万现金作为彩礼，然后再写一张欠条，承诺在未来1年内再补齐剩下的20万。这样你父母面子上也过得去，毕竟总金额还是50万嘛。小文和阿伟都沉默了，似乎在思考这个提议的可行性。过了一会儿，阿伟开口了：“如果只是这样，我倒是可以接受，但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。在我的观念里，婚姻应该是2个人的事情，是2个家庭的结合，而不是一场交易。我不想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就建立在这种金钱交易的基础上。”小文的眼睛红了：“你是说我们家贪图你的钱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阿伟急忙解释：“我只是觉得婚姻的本质应该是爱情和承诺，而不是金钱。彩礼这种东西，在我看来就像是把婚姻商品化了。”小文深吸了一口气：“阿伟，你得明白，在我们这边，彩礼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它代表着一种责任和承诺。男方愿意付出彩礼，就表示他有能力也有决心照顾好女方。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，也是对女方家庭的一种尊重。”阿伟仍然不能完全接受，我理解这种传统的意义，但现在的彩礼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原本的象征意义了吧？几十万上百万的彩礼，这哪里是表达尊重啊，简直就是一种负担。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，女性也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，为什么还要延续这种男方必须付出大量金钱的传统呢？我看着他们又要争论起来，赶紧打圆场：“两位冷静一下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习俗，互相理解和尊重才是关键。阿伟，你得理解彩礼在大陆的重要性。小文，你也要考虑到阿伟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状况。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最重要的是你们彼此相爱，愿意共同面对未来。”小文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我也不想因为这个问题影响我们的感情。但是我也接过话茬，但是家庭的期望很难违背，对吧？”小文默默地点头。阿伟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那这样吧，我再做一个让步，我可以给30万现金彩礼，然后承诺在未来1年内再补20万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”“什么条件？”小文问道。“我想和你父母见一面，面对面地解释我的情况和想法。我想让他们了解，我是真心想和你共度一生的，即使暂时拿不出那么多彩礼，但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对你和这段婚姻的承诺。”阿伟认真地说。小文犹豫了：“我不知道我父母会不会同意见你，他们对彩礼的事情很固执。但总要试一试啊，
如果连见面交流的机会都没有，我们又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阿伟恳切地说。我也附和道，是啊，小文，让阿伟和你父母见一面也好，或许面对面交流会有转机呢。小文最终点头同意了。好吧，我会安排的。第二天，小文就发信息告诉我，他父母勉强同意见阿伟一面。约定的时间是周末，地点是小文父母家。我为阿伟出谋划策，告诉他见未来岳父岳母需要注意的礼节，记得带些礼物去，最好是高档的茶叶、补品之类的，表示你的诚意。见面时一定要有礼貌，称呼要恰当，不要直呼其名。最重要的是要表现出你对小文的真心和对这段婚姻的重视。阿伟认真地记下了我的建议，还特意去买了一套正式的西装，为这次见面做准备。周末那天我没有跟去，但小文全程给我发消息汇报情况。一开始气氛非常尴尬，小文的父母对阿伟的态度很冷淡，尤其是当得知他只能给30万彩礼时，小文妈妈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阿伟的真诚打动了小文的父亲。阿伟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，表达了对小文的爱和尊重，并承诺会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快补齐剩余的彩礼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表示愿意遵循中国大陆的婚俗，尊重小文父母的意愿。小文的父亲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他看出阿伟是真心实意的爱小文，就慢慢松口了。他对小文妈妈说，钱的事情可以慢慢来，重要的是这个年轻人是否真心对待我们女儿。可小文妈妈却不这么想，她直截了当地对阿伟说，你如果真的爱我女儿，为什么连50万都拿不出来？我女儿这么优秀，追求者那么多，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连彩礼都给不起的男人？这话说得太伤人了。阿伟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但他还是克制住了情绪。阿姨，我理解您的担忧，但是我向您保证，我会用我的一生好好对待小文，给她幸福。金钱只是物质基础，真正的婚姻幸福来自于相互理解和支持。小文妈妈冷笑，这种话谁不会说，没有实际行动都是空话。小文见势头不对，赶紧打圆场，妈，你就别说了。阿伟是真心实意的，而且他愿意遵循我们的传统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小文爸爸也帮腔，是啊老婆，现在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也要尊重他们。再说了，女儿都这么大了，她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支持。但小文妈妈就是不肯让步，什么尊重不尊重的。这是我们的传统，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如果连这个都不遵守，以后还有什么规矩可言？场面一度非常尴尬，阿伟最终起身告辞，说需要再考虑考虑。之后的几天，小文和阿伟都没有联系对方。直到1周后，小文主动给阿伟发了信息，约他出来谈谈。他们选在了第一次见面的那家咖啡厅，我也应邀出席，希望能帮他们调解一下。小文首先开口，对不起，我妈那天说的话太过分了。她只是担心我的未来，并不是针对你个人。阿伟摇摇头，我能理解长辈的担忧。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连彩礼这样的事情都无法达成共识，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差异等着我们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克服这些挑战。小文的眼睛湿润了，所以你是想分手吗？阿伟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们都是很好的人，但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期望。勉强在一起，只会让彼此都不快乐。小文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。我以为爱情可以克服一切，阿伟苦笑，爱情很重要，但现实生活中还有太多其他因素。家庭的期望、文化的差异、生活方式的不同，这些都不是爱情可以轻易解决的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满是无奈。明明是那么相配的一对，却要因为这样的原因分开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们再好好想想吧，也许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呢。我试图挽回。阿伟摇摇头，丽姐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但这不仅仅是彩礼的问题，更是两种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。如果我勉强妥协，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冲突。与其那样，不如现在就做个了断。小文擦干眼泪，强颜欢笑。阿伟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谢谢你让我体验了这么美好的感情，虽然短暂，但很珍贵。就这样，他们和平分手了。
阿伟后来回台湾发展去了，据说已经有了新女友。小文专注于事业，成为了上海夜店圈的传奇人物，但始终没有再谈恋爱。每次想起这个故事，我都觉得特别可惜。明明是两个那么优秀、那么相配的人，却因为文化差异而无法走到一起。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，在两岸婚恋中，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的一致性有多么重要。即使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，几十年的分隔也造就了不同的婚恋观念和生活方式。大陆这边看重彩礼、家庭荣誉、传统礼节，而台湾那边则更注重个人选择、感情基础、平等共处。这两种观念没有对错之分，只是不同的文化选择。但当两者相遇时，如果没有足够的包容和理解，就很难走到一起。所以说，两岸青年谈恋爱，除了要看外表、性格、事业是否匹配，更要看双方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是否一致。否则，即使再相爱，也难逃一见钟情、再见分手的命运。小文和阿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固然美好，但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，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。在跨文化婚恋中，双方都需要更多的理解、包容和妥协，才能走得长远。这个故事虽然结局让人可叹，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、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？这是每一对跨文化恋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怎么看这个故事呢？你们认为彩礼是否必要？两岸青年在恋爱中应该如何处理文化差异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们的观点和经历。我是丽姐，下期再见。